首尔每一次讲家里的事情的时候，观众都大乐，我们觉得好精彩。我们那样在笑的时候，我们听你跟你的小孩对话，在笑的时候，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可爱、帅气，我教子有方。你的回答完全正确，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就是99%的家庭，爸妈不如傅首尔那么会表达，孩子不如傅首尔的孩子那么坚强跟自信。那不会表达的家长就不应该告诉孩子家里的实际情况吗？可以商量怎么表达哈。对，所以康永哥的意思是，如果表达的对，我就应该告诉孩子家里的父母。如果我不会表达，我才需要闭嘴。这是谁提起谁啊？啊，对不起。反手为攻。其实，我想要问傅首尔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们不管小孩还是大人，我们会放大那个负面的讯息。你的微博底下的100则留言里面，有90个人称赞你，可是有10个人骂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在意那10个骂我们的人。负面的事情在人类的心中会放大，而这个放大会造成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就是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家。所以，我不要任何小孩子在那个阴影底下长大。跟小孩讲负面的事情，就像我走进了这个辩论场，如果你告诉我说蔡康永你很会辩论，可是你没有李诞聪明，我从此看李诞的眼光会被你改变。就是我本来挺喜欢那个人的，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家伙比我聪明。所以，请你回答我，为什么要把负面的阴影带到小孩的心中？好，我来回答你。所有的家庭都要对小孩说不，为什么？因为你不说不，就有别人来说不。刚才康永哥说什么你比李诞不聪明，这句话只有在外人嘴里才会这样说。父母告诉孩子的时候是带着善意的，但别人告诉孩子的时候是带着嘲笑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最温柔的方式，告诉孩子家里真实的情况。刚才康永哥其实讲的是，还是一点就是会带给孩子自卑感。但是我想说的是，真实的自卑好过虚假的自信。石头里也能长出顽强的草，但是肥皂泡里开不出自信的花。好厉害！我觉得其实首尔，你跟我一样都是比较好强的个性，所以我们其实，在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倾向做那个困难的选择。可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如果从小被爸爸妈妈告知说你其实不够聪明，不要这样想了；你其实不够自信，所以不要做这件事了；你其实智商不高，不要考这个学校了。我想不出有任何温柔的方法，能够不伤害这个小孩子在未来做选择的时候，会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恰恰相反，我不会告诉我的儿子不聪明，我会告诉他家里不富裕，但是你这么聪明，你这么帅气，你有这么多的闪光点，为什么要把自信建立在金钱上？这个才是我要告诉我孩子的。我完全接受不要把信心建立在金钱上，所以在我们不向小孩夸口家里很有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不要向小孩讲说我们家里不富裕。我觉得小孩子需要的事情是理解这个世界不是永远只跟金钱有关，在很多其他都值得讲的标准之外，特别讲到家里不富裕，我觉得放大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应该晓得，小朋友对于大人所讲的话会放到多大。那康永哥，我想请教你，如果孩子真的问你我们家庭条件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回答他？我会跟他解释我的家里面预算分配的轻重是什么。我不要小孩觉得他连去上学我所交的学费都是害他对不起家里的，所以我会告诉他，你现在没有买这双鞋子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把这笔钱拿来给你买书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其实反方一直在说告诉的方式很重要。我告诉孩子现在没有，但是以后会有。我不会告诉孩子现在没有，注定没有。所以不能因为不知道怎么告诉就不告诉，而是要注意告诉的方式方法，对吗？可是所谓的告诉的方式跟方法当中，就是请不要包含我们家不富裕这个说法。突然又让我意识到，双方都极其坚定，只是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康永哥坚定而含蓄地说：“就是不要这样。”而傅首尔坚定而顽强地说：“为什么？”
跟输赢无关，我问傅首尔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题目是那个我们家很有钱，然后我应该告诉小孩我们家很有钱，你会怎么选？一般不富裕，就不富裕是个最好的答案。所以就算你家很有钱，就是富裕了，我不会告诉他我富得流油，我会说还可以，就会不没有家长会想让孩子成为一个过度浪费铺张的人，因为我觉得只有做好一个不富裕的人，将来才能做好一个富裕的人。那如果家里很穷的话，你觉得要跟小孩讲家里很穷吗？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就让我很早的知道了现实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凭什么去跟那些家境富裕的那些生长在那么好家庭的人去竞争？就是靠我们更努力，我们更意识到现实需要我们得到每样东西都更付出。我是这样理解的。了解。反方3遍，来，席瑞。好，谢谢。我刚刚特别替首尔姐开心，因为我本来以为她会在这一场讲非常多感人又让人心疼的故事，但是她没有，她让大家都笑了，她变得更乐观了。我也知道她这2年变得更好了，但是我觉得需要警惕一件事情，这是乐观的人常会犯的错误，不能因为我们乐观就要求所有的人乐观，不能因为我们要强就要求所有的人要强，不能因为我们的孩子懂事就觉得天下的孩子都可以提前懂事。林清玄在一篇散文里面说过，他说家里没盐的时候菜最咸。刚才首尔姐讲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不是真问题，一个真正家里不富裕的人看到这道题他笑不出来，因为他在首尔姐那里得不到他应有的回答。我今天跟对方绝大部分其实立场是相同的，我觉得要教育孩子，要教育孩子节俭，要教育孩子不要超前消费，要教育孩子爱与陪伴。可是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一定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之前要加一个家里不富裕？今天刚才刘洋讲的所有的故事，之所以听起来那么的感人，之所以让你的父亲觉得那么的伟大，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那是一个爱和温馨的故事，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可是我们家长们如此努力的奋斗，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慢慢长大，不要急于那么让人心疼的懂事吗？我也理解，爸妈挣钱不容易，父母挣钱很难，供你吃供你穿，爸妈什么都舍不得。很多时候家里不富裕，也不过是一句抱怨。可是这些抱怨说的多了，孩子听到的是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是导致父母不富裕的原因。你知道这些在你眼里的抱怨，在孩子眼里就理解成了还不清的债，报不完的恩呐。这句抱怨最大的问题是，他无意间让孩子在亲情里面充满了亏欠感。而一个有亏欠的孩子，不然就是对家庭越来越抗拒，越来越逃避，不然呢就是努力去证明自己。是的，他也可能会成功，但是他都在想尽办法偿还你。但是这一来二去，亲情里面没有了亲密，留下的都是计算的压力。你只有停止住这些抱怨，才能让孩子理解什么叫做亲情是纯粹的爱，才能让他懂得重要的从来不是父母为我买过什么东西，而是有一群人会为我的获得暂时放下他们的享受，会为我的快乐暂时延迟他们的满足。我觉得比起提醒孩子看到自己的付出，发现孩子会主动的去体谅别人，才是更好的教育。我和首尔姐一样，也在单亲家庭长大。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家里没钱，你妈一个人养你不容易。我小的时候跟大人逛超市，总是不敢抬头，总是看着地板，因为我很担心看到自己想要的零食。可是我知道家里不富裕。有一次我盯着一个展架面前的那个橘子罐头看了很久，但是没忍住摸了一下，被我姥姥发现了。她过来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买下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罐头的价格7.9块，因为回去的路上她跟我说，这顿罐头的钱可以抵我们吃一顿饭了。我当然知道她毫无恶意，可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吃到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最苦的罐头。随着
时间的推移，也许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不富裕，但是我没有改变对于窘迫感的恐惧。这种不富裕最终成了我的一个习惯，直到今天，我到一个消费场所还是会感觉到害怕。手上如果不带到要买的东西3倍以上的钱，就会感觉到不安，甚至我只要病得不严重，就不敢去医院。面对着别人对我的好，甚至命运对我的好，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觉得我不配。我觉得正常的人应该是有欲望，但是没有亏欠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敢有欲望，还充满了亏欠感。有一本书叫《贫穷的本质》，他说贫穷最可怕的地方是，它除了带给你习惯，它还会带给你一种贫穷的思维方式。贫穷的人会倾向于把资源花在及时满足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并没有让他更努力，只会让他更没底气，因为这是在缩限他的视野，过早给孩子设定人生的景观。他们还没有跨越山河大海，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山河大海，在20岁的年纪就把平凡当成了自己人生唯一的答案。这道题最后问的是对孩子的想象和期待。我觉得孩子不是永远只在期待获得，我们也不是在家庭不富裕的时候只能被选择，我们还可以去选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活法，但最终他们都能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对孩子实现最好的教育。好。潘总开始吧。我说实话，徐瑞说完我也很感动。我如果有票，我也会按按键，就像很多人改了票，但是其实大家是被他感动了，不是被他说服了。这就是人家的技巧啊！是我没有否定啊，但是你让我怎么奇袭了？就是人家是一个特别感动的人，我说我不哭，像话吗？这是什么？我怎么奇袭的？但是你没有发现，李诞此时此刻的这个方式，让席瑞其实无力反驳，就是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奇袭，就是他的那个奇袭方式是，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没法奇袭你，所以你说的也变成无效。对，我觉得就是他用了，他非常聪明，大家可能没发现蛋总的陷阱。他企图放弃这轮奇袭，砸碎我的发言。我发言的那么清晰，3个结构，我一会儿跟大家梳理。我其实是很狡猾的放弃了奇袭。我们只是代为奇袭，我们不负担双方的成败，你何必使这种阴招呢？哎呀，康永哥不负担成败，何必用阴招点破阴招呢？好，来，正方3遍。是啊，谁会不在意孩子呢？可是我刚才在听对方在说的时候，我个性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如果我们这么的担心孩子崩溃，那如果我身为一个父亲，我是个环卫工人，我该不该告诉他我的职业呢？所以各位理解吗？这个题目里头所阻挡的事情，不是只有不富裕的。在家庭当中呢，有一种话题叫做关键话题。这种关键话题有个共通的特色，叫做它很难开口。因此，有些父母在面对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回避或隐瞒。好比说，我要怎么跟我的孩子解释，爸妈决定要分居了？好比说，我要怎么去解释奶奶的病情怎么了？又好比像今天的辩题，我该不该跟他聊咱们家里不富裕？而在这种话题里头，各位要了解，选择回避的那个人呢，往往不是因为这个话题真的不该聊，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好难开口啊。如果在座恰好是那些在遇到关键话题的时候会愿意坐下来认真跟孩子讨论这个关键话题的父母，那太恭喜你们了。因为不管表达的好或不好，那都可以练，可是至少你走在一个很正确的方向上。
你在做一件很难得却又很宝贵的事情，叫做你在认真的跟孩子解释这个世界，而这是所有父母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跟他解释咱们家不富裕的同时，你绝对不是只解释这件事情，你同时也在跟他解释，比如说什么叫做金钱，比如说贫穷难道真的一定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你也在跟他解释关于我们要怎么面对人生当中那些想要又得不到的事物。这些话题重不重要啊？重要。可是这些话题如果你不跟孩子说，谁跟孩子说呢？期待孩子的同学跟他聊这个话题吗？还是期待亲戚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代替你做这件事？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些关键话题的面前，如果你缺席了，如果你回避了，那就等于是把你的孩子怎么样丢出去，让他抱着疑惑跌跌撞撞的，花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从外人口中去找答案，而外人口中给孩子的答案往往是偏激的，可能是愤怒的，甚至有时候是有恶意的。所以不要缺席。而且每一个愿意跟孩子好好坐下来谈关键话题的家长，他都会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对他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建彪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孩子很小啊，孩子的奶奶过世的时候，小孩子感觉到气氛不对劲，他问说：“爸，奶奶怎么了？”这时候他的朋友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哄他啊，奶奶出远门了啊，奶奶去旅游了。第2个选择是他坐下来，认真的，尽可能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坦诚的跟他解释生死是怎么回事。他这个朋友呢，选择了第2种，而他发现一件事，你知道吗？就是谈着谈着的时候，他自己也解脱了。是啊，就像我跟孩子解释的一样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他自己的心头也放下了，所以不要回避。很多时候你回避的时候，不只是回避那个孩子，你也在回避你自己。你仔细想想，是谁不能接受家里不富裕？你为什么要藏着掖着瞒着？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丢脸啊。所以不要回避答案，在给予别人答案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找到答案。当然，对方会说另外一种，就是他们今天最常讲的，叫做“可是我这是在保护孩子，我在保护他们”。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我特别印象深。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有多拧巴呢？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最拧巴的一点，就叫做当面拒绝沟通，背后默默奉献，然后把这种一方被瞒在鼓里的情况呢，当作感动。小时候父母不告诉孩子家里穷，哦，好感动；长大后孩子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好感动。小时候父母生病不让孩子知道，好感动；长大后孩子知道父母得绝症不跟父母讲，也好感动。有毛病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要充满这么多的谎言，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个辩题，我们去请教过一个关系心理学家胡胜之老师。他说，其实当父母在对孩子隐瞒家里的状况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进入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叫做“我爱你，我为你默默奉献”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他自我感动，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我为孩子做出很多。可是，这个行为其实不是爱，甚至不是保护，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攻击行为。啊，怎么会是一种攻击行为呢？不是在保护他吗？他说是这样的，当你在对孩子做隐瞒的时候，其实你在传递一个讯息，叫做不接纳、不亲密、不信任。在座各位，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母亲，今天看到孩子从学校回来，身上带着伤，你说：“哎，怎么了？没事，妈，没事，伤不关你的事，你没事，都没事，真没事。”嘣，把门关上。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因此觉得放心了，没事？你会这样吗？
不会。你会不会同时感受到不接纳、不亲密、不信任？如果你会这样感受，那你为什么要对孩子做同样的事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还说过一句话，叫做中国的父母啊，一辈子都在等着子女感激，而中国的子女呢，一辈子都在等着父母道歉。因为你以为的保护是攻击。什么样的人才会在家庭里头有安全感？感觉到自己被信任才会有安全感，不是告诉你没问题叫做有安全感。请各位理解一件事，我们这个题目不只是在讨论要不要告诉他不富裕，也是在讨论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理解我们的亲子关系。如果今天孩子想要买一个玩具，而家里不富裕又不能告诉他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父母会用什么方法来拒绝吗？第一种叫做你不该想要，妈我要买玩具，一天到晚就只知道玩，啊，不是才买过吗？你看这叫做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第二种呢，叫做你不够好，不配得到。妈我要买玩具，考几分啊？还买啊？我看你像个玩具。你看，这叫做你不配得到。而可是这两个是不是真正的答案呢？不是的，他配得到，他也该想要。明明答案只是因为我们没钱嘛，对不对？第三种答案叫做爸爸，我好想买玩具。是啊，我跟你讲，爸爸还想买电吉他呢。对不对？你很想要，对不对？对，爸爸那时候也很想要电吉他。我跟你讲，爸爸那时候在橱窗外看电吉他看半天，来，爸爸陪你一起看这个手办。我跟你讲，爸爸的经验是，手办看久了，感觉就是自己的，挺好的。当你诚实而坦然地告诉他，我身为大人也有自己的窘迫，可是窘迫不丢脸，咱们想办法变得去满足他。当你发觉有欲望不丢脸，你想买玩具，爸爸也有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而得不到的，这是很正常的，不丢脸。这样的时候，亲子叫做同频，你知道吗？同一个频率。对一个家庭而言，最惨的一件事叫做亲子不同频。什么叫做不同频？如果你不告诉他家里不富裕，就会变成叫做孩子认为的正常花费。爸妈心疼，觉得这叫浪费。孩子去看电影买了个爆米花，爸妈咬咬牙也给你买了。然后呢，甚至我们亲子不能以同样的心情吃完一个爆米花，因为我都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你很正常在吃，这是不对的。亲子同频，同悲喜。所以你仔细想想，如果真的一个家庭因为不富裕而造成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谎言造成的，是因为不同频造成的，是因为你的回避跟拒绝接纳与亲密造成的。其实仔细想，都不是不富裕造成的。做个诚实的人，永远是有用的。好，康永哥，又去了。康永哥一直说他不爱运动，但是我觉得，他就趁这点时间运动。蔡明老师，对付这种大魔王，你不过去行吗？黄执中，我其实很喜欢听你辩论，因为里面有很多伟大的字眼。可是当你刚刚在讲说你跟你的小孩子沟通说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贫穷不一定是丢脸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的小孩子第二天到了学校去，他穿着破掉的球鞋，而面对班上有钱的小孩穿着崭新的名牌球鞋的时候，那个富裕所带来的压迫感，其实不是你用抽象的。那这个孩子该怎么面对我的职业呢？如果他连穿着一个破掉的球鞋都撑不住的时候，我能够告诉他我爸爸，我的工作是什么吗？黄执中刚才一直把反方推到了一个叫做说谎不诚实的状态，这不是我们的状态。如果父亲是一位工人，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你写一篇作文描述父亲的工作是一个工人。可是这其实就是告诉他家里不富裕了。No，这是两件事情。描述事实跟做价值判断，因为贵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什么标准叫做不富裕。刚才傅首尔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90%的家庭都觉得自己不够富裕。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贵方根本没有定义不富裕是什么样子的程度啊。
首先第一个是不富裕，意思是当你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的时候，要告诉他这个责任不在于你不该提这个要求，而是我们的资源有限。当你说出家里面不富裕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把不该归孩子所负的责任压到他的身上去。我没有压他责任，其实我相反了，我们担起责任。我不能买玩具给他，可是说都是因为你贪玩才不给你买，这才叫做把责任给他。我告诉你，我不能买，原因只是因为很客观的，我们家没这个预算，那这就叫做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我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几乎没有人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我非常遗憾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当中除了童年之外，我们还有机会无忧无虑吗？当我们可以保护小孩子不用认为这个世界是由金钱决定一切的时候，你可以沟通很多事情，可是告诉他富裕与不富裕，拿钱作为一个标准，我认为你剥夺了最后一个他可以无忧无虑的时刻。我这边有2个回答。第一个，我认为无忧无虑的童年基本上是一个迷思，在座的各位，我们只是忘记了童年的忧虑，你懂吗？当时的那一刻，我一定觉得我充满忧虑，明天要考试啊，同学不爱我，所以不要有那么大的罪恶感。对。第二个，我认为如果当孩子发觉他一直都在被隐瞒、被回避、被不接纳，父母跟他讲没事没事，没你的事，然后把门关上的时候，那就是他童年最大的忧虑，反而不是钱。其实我们双方的立场很像，好，就是好好沟通就好了。那所以我最后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想象力是非常宝贵，而我很担心我们常常在用我们觉得没关系的事情在扼杀那个想象力。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长大了以后有多么在乎钱，而且几乎把钱当成是生存唯一的价值的时候，我心中深表担忧，也深表遗憾。谢谢你。双方进入自由交火的时间。好，谁先开始？我觉得说的不对。我们是一头的。哦，不对啊，不是，对，说的是。我们是一边的。首先，我特别气愤对方辩友的一个点，他一直在营造一个幻想的梦，让我们活在那个幻想里。我问你几个切实的问题。彩玲说，成年人的挫败妈妈来承担，你只管轻松的成长。席瑞说，你要慢慢的长大。我就问你，那孩子想要东西，我这个钱怎么来？借债吗？啊，那借了债谁来还？孩子吗？将来孩子18岁的时候，我说送你个成年礼物呀，咱们家有500万的外债呀。孩子说，我为什么遭遇这种事情？因为你有个快乐的童年。这件事情和诚实不诚实完全没关系。我方一直在说要沟通，你可以跟孩子沟通家里的经济状况，你也可以沟通伤疤，沟通你的职业是什么。问题在于什么？不要做价值判断。这里的不富裕是一个价值判断，每个人眼里的不富裕是不一样的。不要用你眼里的不富裕为孩子下一个结论。不是啊，你讲的跟价值判断没有关系嘛？就是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当你要拒绝孩子的某个要求，我有2个选择，一个是告诉他我不行，一个告诉他你不该，我们该选哪一个？我们认为应该要明确的告诉他我不行嘛。我要说这点，你可以说不行，你可以跟孩子沟通，你可以否定他的要求，但为什么一定要有我因为咱们家不富裕为原因？那就不是我没说完，就比如说，如果你们家是个环卫工人，他的名字叫王蛋，那王蛋的女儿说爸爸我要穿这个爱马仕去上学，你说不可以，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富裕不可以？那李诞的女儿她富裕，她就可以穿着爱马仕去上学吗？就根本就不必要有这个前提。不对。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因为有钱人的孩子需要掌握的技能跟穷人的孩子需要掌握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别人的命运是游井，所以他要学会打井；我们的命运是汪洋，我们就要学会划船。那我问你，如何把有限的金钱花在刀刃上？如何用有限的金钱花出无限的快乐？这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需要掌握的技能？这难道不就是家长在分配财产时候的顾虑吗？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不富裕？按照对方的说法，只要有需求不满足就叫不富裕。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告诉孩子
子他的需求就是不正当的呢？我看之前黄奕教育他的孩子想买瑞士军刀，原因是因为其他同学都买了瑞士军刀，黄奕的做法不是告诉他我不该买，而是告诉他为什么别人有你也要，这才是正常的需求沟通。这就是叫做否认别人的正常需求，别人有的我们想要很正常啊。在座的各位，我们难道不会去羡慕别人吗？难道我们要告诉他你的羡慕就是错的吗？正常人都会羡慕，爸爸也会羡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常的情绪，不要让孩子觉得我的欲望是错的，是邪恶的，是不对的，没有必要。别人有的你就要，这不是正常的欲望，这个是你没有辨清楚你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会暂时盲目的一个需要。我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因为别人有的你就要，可是如果一个人单纯是羡慕别人，他不该为了自己的羡慕，他应该被给机会更清晰的去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顺着别人有了他就要。说白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不要觉得别人有你就要，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热爱什么。别人都打辩论你就打辩论吗？我们是因为热爱辩论站在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和引导自己更好的需求，而不是都要相同的需求。我觉得刚才对方一直是说给孩子造成了愧疚感。我最崇尚的父母的做法是，我不但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而且我做不到的，我绝不勉强做。家长如果没有牺牲感，孩子才没有愧疚感，对不对？傅首尔，当我们告诉我们的小孩我们家里不富裕的时候，他第二天到学校去面对那些富裕的孩子，他应该抱何状态？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把不富裕当回事儿。对，我们内心觉得不富裕是自卑的，我们就觉得孩子到学校一定会自卑。不富裕，我刚才说了是大部分家庭的状况，为什么我们到学校因为不富裕而自卑呢？如果不富裕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今天会有这道辩题？就是因为它显然传递给小朋友一些价值判断，是会让小孩子到了学校难以自处的。这些价值判断不对吗？一个人一生中会因为多少事自卑？只是因为家庭贫穷吗？自信就是战胜自卑的过程，对吗？因为你刚才说，我跟你都是从小听到不富裕的家庭长大的，对吗？我们今天如此优秀，是不是应该感谢父母告诉我们家庭不富裕？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我们被偷走了童年，谁换回来了？我觉得之所以让我们站在这里，敢于勇敢发言，绝对不是因为家里不富裕，我越来越要强，而是因为父母的陪伴和爱告诉我，我可以改变。不对，今天我们一直把这个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认为我们被偷走的童年是父母偷走的，不对，是真实的情况偷走了我们的童年。你告诉孩子富裕没有解决富裕的问题，是把问题推在了孩子面前。好，我告诉孩子家庭很富裕，真实的情况我用什么来解决？用什么来解决？用创造来解决，不行吗？用改变来解决，不行吗？用引导需求来解决，不行吗？我要是那么会创造，我要是那么会挣钱，我就是巴菲特了，我还用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吗？不就是因为我做不到吗？康永哥刚才提到，那当孩子穿了一个破了的球鞋到班上，不是会觉得很丢脸吗？可是穿着一个破的球鞋是事实，是一个现况。我告不告诉他家里很富裕，他都得穿这个球鞋。什么能够改变那双球鞋？不是今天的这段话能改变那双球鞋。所以面对事实反而是好的。不要因为贫穷而去改变和创造。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怀有改变和创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不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你创造，因为不贫穷你就会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什么叫做穷则变，变则通？所有的改变跟创造都是来自于资源的贫乏跟无法完全满足所有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可是不是只要资源不满足需求都叫不富裕？不要用不富裕定义你的人生。资源不满足需求的时候，如果我不称为不富裕，请问要称为什么？对，就还行啊。还行，跟不富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啊？那我也可以说不贫穷。为什么这道题问的是家里不富裕，不说家里不贫穷？所以你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告诉大家，家里没有那么有钱还行，这不就是不富裕吗？还有，不要因为保护孩子就告诉孩子家里很富裕，伪装成很富裕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都怕伤害孩子，我们希望孩子在家里感觉到自己是个宝，但是他将来出入社会，他会觉得自己是根草。过早的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吃根草没有问题，他才会爆发顽强的生命力，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我们都冷静一点，我们都同意要跟孩子沟通，我们都同意从事实开始。
您选的事实是我们家不富裕，我们选择的事实是我们家在一起努力向前走。为什么我们选的这个事实不是更好的事实？那我们家为什么要选择一起努力向前走呢？孩子再问一句，叫做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选择呢？因为孩子不会这么问。不，就问孩子最喜欢这么问。你说咱们家想着办法向前走，为什么要想着办法呢？可是我们这个沟通的起点，为什么要想着办法？我方这个沟通的起点，它为什么要想着办法呢？高同学，你问我，我也在问你。也就是说，您方的立论全部都建立在孩子不会这么问上。好，停战。哇！其实我觉得以后不需要1、2、3遍，上来就自由交互。一直在吵，好好看。你喜欢吗？接下来下去试试。我说不过他们。好，那我们双方结辩吧。今天是反方的先开，所以后节正方结辩。傅首尔。有人从匮乏里只感受到痛苦，但有人获得了受益一生的启示。我小时候做梦都想要一个洋娃娃，会眨眼睛的那种。我家里没钱，我外婆就给我做了一个布娃娃，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丑妹。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隔壁的混世魔王来欺负我，我把这个丑妹一举，她就吓跑了。我问外婆，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丑妹，以后有了钱可不可以换一个？我外婆说，你不要把丑妹当成一个玩具，你把她当成你的朋友，你就会喜欢她了。后来我们家一直没有钱，我的朋友丑妹睡在我的被窝里，陪伴我度过了一整个童年。今年我的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但是这个布娃娃的隐喻却留在了我的生活里。人永远要去学会面对求而不得。小时候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小汽车，长大了以后它是一份不满意的工作，是日渐远去的爱情，是梦不断碎裂的声音。你要怎么去避免？你又有什么能力去避免？与其让孩子在你的庇护中患得患失，不如教他们坦然地面对得失。我很感谢我外婆，她不但教会我家里不富裕，也教会了我人生所有求而不得的答案。这个答案叫做面对现实，珍惜所有。谢谢大家。反方结辩。不去争贫穷和不富裕的界限，是因为贫富也许压根儿就不应该成为亲子讨论的一个话题。世界很广阔，贫富的评价标准太过单一。而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他们真的在意贫富吗？孩子是唯一可以不用在意贫富就能收获友谊的人。同样，孩子也从来没拿贫富去观看过父母。今天这道题探讨的本质是，我们要不要把成年人世界的评价标准放到孩子的世界里面去？刚才的投票，我预感到有多难，因为我们本来就身处在两个世界，而又为什么要让那么纯粹的孩子接受我们世界的标准，过早戴着这副眼镜去观看世界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永远不是只有我不让和你不该的。家长有10000个理由可以告诉小孩子不要买这个玩具，它可以是它不适合你，也可以是审美意义上的这个东西太丑了，我不想买，都可以。而家长的智慧是在处理这些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评价不富裕。好，我们全场观众来给今天的正反方投票。5、4、3、2、1。好，我们请今天所有其实已经很深度的参与讨论的各位导师来把自己最后的感受说完。刘擎教授今天好像一直憋着，一直没有加入战团，就憋死了。梦想一个不被打扰的童年，在今天是一个幻觉。Neil Postman 写过一本叫《童年的消逝》。他说那个时候，在以前的时候，童年人的世界跟成年的世界是有隔绝的，因为童年他不看，只能看图画，而这个成年人要看文字。现在在一个影像时代，成年人世界的所有信息已经向童年辐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现代、在当代没有办法向孩子回避的问题。我们要把金钱这件事情看得不那么重，反而要向他坦诚的开始。特别像刚才集中讲的，还有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把孩子当作家人，无论家里的
状况怎么样？你是家庭的一部分，你来参与。这是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验。我们家小时候，我父亲会让我参与，在11岁的时候做家里的 budget， 家里的钱应该怎么花。我把这件困难的事情变成了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要改变一个孩子对于金钱现在主导的有点不健康的、有点问题的这个价值观，讲生活是多样的，成就是多样的，有些成就并不能对应金钱，就要从小开始跟他坦诚的、不断的讨论，这是最正确的方式。薛教授说完以后，我好像跟薛教授相视一笑，但是我觉得薛教授应该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父母不应该告诉孩子家里并不富裕，因为家里并不富裕这种说法，我觉得找不到话语的场景。我参加过一个公益活动，这个公益活动呢叫做去远方，那是贫穷山区里面的孩子，他们花整整1范总，你刚才已经保持中立了哈。我今天是难得的不中立，我今天是难得的，居然真是正方。选的时候其实是瞎选的，然后坐在这儿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是正方。其实大家就像薛老师说的嘛，只是有一个起点的问题嘛。薛老师认为这个起点不言自明，我们认为这个起点要稍稍探讨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个贫穷的事情，我们没什么资格谈的，它更多是一个中产家庭的教育问题，大家可以坐在这儿侃侃而谈。那说教育问题，那咱们就只谈教育问题，或者说到我自身，我肯定是要告诉孩子不富裕。我不光是要告诉他我们家不富裕，而且我要告诉他你永远都不会富裕。
因为刚刚你们在辩论的时候其实提到过，我忘了谁提的。富裕这个是很难定义的，富裕是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个相对的概念，你就永远要知道自己不会富裕就好了，你才有一个前进的目标也好，你才知道自己有一个相对的位置。我给大家讲一个轻松的东西啊，不要搞这么沉重，特别好笑，一讲你就知道为什么是个相对的概念。我认识一个特别有钱的企业家朋友，一天一起吃饭啊，喝多了，哐一拍脑门，说李诞，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我说怎么了？碰上什么难事了？我最近不是买了个私人飞机吗？你听到这个话题的起头，你就不想跟他聊了，对不对？然后他接着说，我开着我那个私人飞机啊，去洛杉矶玩，碰上沙特一个王子。他呢，他的私人飞机是波音747改的，而且2架。我的飞机停他旁边跟玩具一样，我这辈子白活了。我说李诞，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啊？他是真心的在那儿痛苦。10岁以下的我特能理解，如果都20多岁了还不能拥抱现实的话，这个挺吓人的。朋友们，你不能活在梦里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对那些小孩子说了，我对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说，大家真的要面对现实，要知道富裕不富裕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你要知道现实是怎么样，然后去追求，然后去做对的事情。也许富裕会来，但你要先面对。我说完了。我们刚刚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那边有一位家长举手说：“我不告诉孩子是不是富裕。”我很感激您，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爸爸。不管最终我们多少人按的什么键，您就一个人举起了手说：“我不要告诉。”而且孩子就在旁边，这是一种笃定的一种交流状态。因为举手让你看到我选择了不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交流。然后我跟蛋总的意见不太一致的地方是，我觉得刚才举起手来那些年轻的朋友说，请你不要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在逃避不富裕，而是我觉得他们内心觉得这不重要。这恰恰是在一个今天富裕的社会环境里面有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一代富人，你在他的童年看，我不相信他童年，或者我不相信他们是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我们误以为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其实他们没有。因为如果他真的生而富裕，他不会炫富。但是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把太多的我们对超级有钱的想象，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屏幕推到我们脸上，它解决了我们好多内心的威胁和困惑，好像只要生活成这样就 OK 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执中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叫做什么是你的家庭的关键问题。他只谈了这道题的前半部分，叫该不该告诉孩子，然后他模糊掉了后半部分。因为什么问题你都该告诉孩子，这是沟通的一员，但是他没有讨论富不富裕、贫不贫穷是不是家庭的关键问题。
可能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追求的难道不是那个把富不富裕的问题不再列为关键问题的社会？康永哥，我参加这么多届奇葩说，其实这一题是让我非常绝望的一题哈，就是大概是我前3名绝望的题目，然后我绝望到得去找社会学家跟哈佛大学来帮忙。可是有一句话是真的，就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在跟小孩子沟通说家里有钱或者没有钱的时候，其实是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我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能够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表达的人是说话圈的龙凤王与女王的人选，他们不是一般的家长，然后能够变成现在这么成功的人，也不是一般的孩子，所以用他们的故事跟感受来体会其他的孩子的处境，我觉得很危险哈。这个是我想要提醒。我还是爱听你的辩论是没问题的，只是你要了解，就是有多少妈妈能够像你一样，在说完这句我们家没有钱之后，还能说出那么多朵花来，让小孩子觉得心花怒放。然后有几个小孩能够像你的公子一样，这么会自己找人生的出路啊。所以我刚才讲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就是当他认为除了追求钱，人生没有什么其他可追求的，他就放弃了那个想象力。所以刚才正方常常在讲的那句话说，你小时候越面对贫穷，你将来会越勇猛越奋斗。我认为我们只看到了成功的故事，而沉在水底下的那9999个没有成功的故事，是我们选择忽略而且假装不存在。而那些人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被告知贫穷，而贫穷就限制他们以为人生成功的唯一路途跟标准就是变成富裕。所以我希望提醒这件事情。这恰恰就是刚才席瑞提到《贫穷的本质》那本书里面有大量的社会调查所积累出来的一个答案。他说贫穷本质是一种病，而且可以传染，甚至有可能会被遗传。那我们努力的其实是改变这个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就要说一句，康永哥的观点，我是非常赞成那个立场。但是麻烦的是，在现在你隐瞒这件事情，反而使这件事变得无比重要。其实双方的观点都是说要改变这个对金钱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富裕不是唯一的东西。薛老师有一点我是不同意的，他说其实别人对你的看法不重要，只要你自己努力，你成功了，人家就会尊重你。这个在一个方面是对的，但是人家对你的看法是影响着你的发展机会、你的成就的可能的。这个社会歧视仍然是要反对的，无论是对地方的、性别的，不要让我们忽视这件事情。今天最穷的人，要比100年前的中产阶级甚至上层阶级都要富裕。所以并不存在说我要把这个事实掩盖或者不掩盖。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你贫穷或者富裕究竟是不是一个事实？薛老师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已经比古人过得好了，所以不该有义愤，不该有不满。不对，人的义愤和不满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是观念性的，是相对的。所以你不要用这个来抹杀，就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知足常乐，都应该知足。我没有这么说，我说求人不如求自己，求社会的改变不如让自己改变，求别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不如让自己对社会有贡献。你成功是在哪里成功？不是在社会里成功吗？你在真空里成功吗？所以社会有怎么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它为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保证，对吗？制度性的，或者是我发现我还是一个内心很低级趣味的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深沉的思考，完全遮盖不了我对他们俩打架的那个好奇。我听了他们俩吵架，我立刻就人就愉悦起来了，真的。我们让女神说一说，让女神说一说啊。我觉得哈，作为一个家长。
的一点点责任。我觉得培养一个孩子，让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18岁以后你就不用再管他了。说完了。您的孩子您管到18岁，基本上就管他少了是吧？基本上就不用管了。所以你每一年都演一次，说哎呀你9岁了，我没有当过9岁的孩子的吗？每一年来一次是吗？没错，你10岁的时候还可以演，10岁的时候还可以，哇！我10岁了，我没当过10岁的孩子。10岁的妈妈怎么办？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正反方最后的结果。甲房源伤不起，找房还要靠运气。一派胡言，贝壳找房的真房源就像是老太太那些点儿，千真万真，真都是好房源。看房你不跑断腿，怎么可能挑得对？一派胡言，真房源躺着找，贝壳边真是好。房产美言防不胜防，实际一看不是那样。一派胡言，说我 P 过可以，说贝壳不行。贝壳真房源不仅有无码高清真图，还能 VR 720度实景看房。VR 真房源还是贝壳全。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正反方最后的结果。正方7票胜利，祝贺祝贺！哎，我们不是也是一头的吗？我们是一头的啊，我们不站起来的。哦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这是我见到过的那个最有参与胜利参与感的嘉宾啊！我们正方今天3位获胜，将有1位晋级，请全场观众给他们投票。来，3位刘洋，请起立。喜欢刘洋的请投票。3、2、1，58票。来，2遍傅首尔。3、2、1，91票。来，执中，请起立。3、2、1，77票。好，那傅首尔成功晋级。鉴于您啊这个腿脚不方便，要是容我走过去。这个京东有胜算本场 MVP， 来，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奖品，京东超市守护孩子成长的玩具大礼包。钱多钱少无所谓，健康成长第一位。那个，你儿子是不是已经过了玩这个玩具年龄了？是的，是吧？好，谢谢今天所有参与这场辩论的同学们。等一会儿我还有个广告没念呢，把我给忙的，是过年啊，就是忙。我跟你讲，好，把你的年货拿捏的死死的，逛超市真的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所有在场的爸爸妈妈，大家辛苦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我本身的立场是如实的告诉孩子家里富裕还是不富裕，跟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还是很关键的。我有好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就应该如实的告诉他。我爸一直都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但是我今天跟我爸爸真的是好好站在彼此立场上去沟通一番，聊一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挺想对我老爹讲，虽然一直跟你反抗，一直做了很多什么的事情啊，就争吵啊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未来我有孩子，我一定还会希望我能做像我父亲一样的父亲。我儿子小时候，有时候我的情绪也会，也有的，所以彩玲讲的时候，我就有同感，很有同感，我就拍了。妈妈其实不应该把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发生，就小孩发脾的时候就发出来。因为他是我前半生唯一的观众，我还是他后半生唯一的观众。我们
你也要好好的学会做20岁孩子的妈妈。啊，对。你只会做19岁孩子的妈妈，你现在要学着做20岁孩子的妈妈。我也要学着做20岁孩子的妈妈。好，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奇葩说》，更多精彩等你解锁。